嗨，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。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，如果你有身心障碍的孩子，我们要来谈一下如何从小教养他们，有助孩子他的成长与学习。这些方法也适用在一般的孩子身上。安德鲁社工师提供5大关键，这5大关键一生都能够受用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很要好的朋友，曾经在我求学的过程当中，周末我常去他家走动，住在他家。数年后，我才知道他的哥哥有一个小孩，有一些状况，发展上面有些迟缓的问题。当时我真的很惊讶。多年后，我当了早疗的社工，很多家长喜欢把孩子藏起来，其实不是喜欢藏孩子，而是怕丢脸，怕别人闲言闲语，所以要把不健全的孩子藏起来。所以第一件事，要让孩子从小接触别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习惯对身心障碍的孩子很重要。如果小孩子从小就习惯别人奇怪的眼神看他，孩子就会习惯成自然。如果我们过于保护孩子，有一天他出门，发现别人看他的眼神怪怪的，有可能他就不太爱出门，接着他就拒绝出门。第二件事，学习大小事情让孩子自己来，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吗？如果你是30岁以上的家长，或许你会认为这是一件平常的事情，但是你有17岁以下的孩子的家长，你的孩子不一定生活上的事情都能够自己来处理。我女儿小学5年级跟学校去日本交流访问，结果同寝室的同学有不少女生不会自己洗头，晚上不会煮泡面。其实我的女儿学业成绩平平，也没有什么自信心，但是去了一趟日本回来之后，信心大增。发现很多同学不会自己洗头，连泡面都不会。或许你会感到这是正常孩子的事。我跟大家说一件网络上我看到的一个故事。有一位脑性麻痹的学生问大家上了大学要如何换尿布？因为在高中都是父母亲帮忙，但是上了大学要如何自己换尿布呢？谈了自己有许多的困难。说真的，高中的特教老师很少有人会教学生如何换尿布这件事。上了大学也不会有特教助理员的协助，所以很多事情要从小就学习。第3件事，养成好的生活习惯。在我的鉴定门诊中，有不少家长都会很好奇，我过去机构的孩子为什么不会赖床？因为在机构中是依照计划过生活，每天非常有规律，加上机构绝大部分是自闭症的孩子，所以一定会很结构化。有些人觉得这样很没有人性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只是会不会因为起床这件事要吵一辈子呢？当然，好的生活作息不只是睡觉这一件事。周末假期是如何安排？要去哪里玩啊？要去哪里发呆？去哪里做运动？这都是好的生活习惯。
对于身心障碍的孩子，特别需要从小培养这样的休闲活动的计划。孩子大一点，可以跟孩子一起讨论这个礼拜六日我们要去哪里，可以做什么活动，要如何选择，这些都是很抽象的概念，要早一点学习。对身心障碍者而言，休闲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对于儿童，特别是学龄前的孩子而言，不论是否是身心障碍者，玩游戏的玩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孩子的成长都是透过玩去诱发学习，所以有不少的发展迟缓的孩子在玩这一件事情上面是很缺乏的。第四，零用钱不可少。大部分的身心障碍者对于抽象的概念都不是很好，这不是指他不知道什么是钞票或是钱的概念，而是孩子对数字没有什么概念。例如30跟300跟3000，他对这些数字没有什么概念。然而人都是有需求的，孩子还小可以满足，当孩子长大之后，他有买东西的需求跟欲望，而且他知道白花花的钞票是可以换到东西，但是他身上没有钞票，心里会痒痒的。只有3个可能。第一个是他会克制自己的欲望，第二，他就开始会偷东西，这是最直接的做法，想要的东西直接拿走。第三是偷钱，这个技术比较高一点。第一项是绝对不可能的，所以要从小要教孩子如何管理金钱，如何使用金钱。不要说这个问题大了都会，如果是这样，这个社会就不会有人信用不良、欠钱、有债务的问题。正常人都有困难了，何况是一个身心障碍者呢？第5件事情，千万别想可以自己养育孩子一辈子。很多年前，在某个偏乡的村子中，有一个老父亲，年约80岁左右，独自照顾一个中年50岁的女儿。这个女儿大约有100多公斤。这个老爸爸是一个老师退休，女儿只读到了国小2年级，就不读书了。在那个年代，真的特殊教育不是太普及啦。学教育的父亲可能对于特殊教育也不够熟悉，也不够了解。不过现在的老师好像也是没有什么很多的接纳，我跟他说什么，他都拒绝我，什么社会福利他都不相信。他家的冰箱用很粗的铁链绕了很多圈，然后再用一个很大的锁把它锁上，因为女儿会打开冰箱偷吃东西。真的要好好控制体重。他们家有一半的面积堆着镇上的垃圾，因为女儿白天都在镇上做资源回收。这样的光景是大家想要的吗？为了孩子有好的未来，现在辛苦一点，孩子长大会轻松一点点。孩子长大成人后要改，不能说不行。
我只能说是愚公移山，要非常的努力不懈，终能达成目标，但是效率不佳。我由衷的希望身心障碍者的父母能够听进今天的这一集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